今天来采摘洋甘菊。市面上可以栽种的洋甘菊有好几十种，那我们通常会把它分类为德国洋甘菊和罗马洋甘菊。那小 K 家的也是德国洋甘菊啊。德国的洋甘菊呢，它是属于1年生的作物。罗马洋甘菊属于多年生的作物。罗马洋甘菊呢，它比较矮小啊，大概30-40厘米。那德国洋甘菊比较高，所以德国洋甘菊我认为它更容易去采摘，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，我们人不需要俯下身体来去做采摘的动作，是比较轻松和容易的。洋甘菊是具有巨高的抗氧化的特性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，抗发炎和解痉挛的特性，可以舒缓头痛、经痛，还有肌肉的酸痛，还有缓解这个消化不良、肠腹胀的问题。它在德国是称为无所不能的药草植物。我们时常会在我们的护肤品啊，或者是洗发水上面呢，会看到它存在。洋甘菊我们怎么去栽种呢？第1年的时候，我们去购买种子，撒播在菜地当中就可以了。它呢是需要阳光来做发芽的动作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它的种子上面覆盖过多的泥土啊，轻轻的一层就好。时常的保持湿润，土壤的酸碱度呢是会喜欢中性或者偏碱一点点。洋甘菊呢，我们在霜冻期前1个月就可以把它撒在地上面了。只要那块地被我们整理过，已经消毒了，然后有营养在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撒播在上面。哪怕说它下雪没关系，那它的种子就更有利于发芽。洋甘菊适合栽种在菜地里面有充足的阳光，能够接受阴凉地的。但是我不建议，之后会讲，如果阳光充足，土壤也足够的营养的话呢，不用给它做过多的修剪，除非出现病虫害。整个栽种的过程不需要给它过多的照料，它就像野草一般，能够很好的成长起来。种植周期和温度到的时候呢，它自然会开花。洋甘菊可食用的部分只有花朵，它的根部不能被食用，茎部和叶片采摘下来，如果食用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它会有苦涩味，所以我们采摘的时候只采摘它的花朵部分。洋甘菊的采摘会在早晨太阳出来之后再去采摘，不要在湿哒哒的情况、有露水的情况去采摘哦。那如果是在傍晚呢，尽量在日落前1-2个小时就完成这个采摘的动作。半开或者未开的那个花苞，我们都不要去采摘，等它全开之后才去摘哦。它一旦进入开花期，我们就可以不断的采收，持续的采收，越采收越有啊，不用担心说采收了它就没了，它会长出更多的花朵出来。采摘完之后回家用水稍微清洗一下，把它阴干或者养干，之后就可以把它放在密封的玻璃瓶当中。新鲜和干燥过后的洋甘菊花朵都可以被饮用，但干燥过后的它的风味更佳，香气更浓，药效更突出明显。洋甘菊在菜地当中是扮演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作物啊，它呢能够帮助我们吸引来蜜蜂、蝴蝶、瓢虫啊、黄蜂啊，增加授粉率，使得我们整个菜地里面的生态环境会更健康。种植洋甘菊期间会遇到的一个害虫呢，会有蚜虫、蓟马还有粉虱。那小 K 家会有蚜虫和蓟马，在采摘的时候才发现的话呢，在清洗过后它就会去除掉了。那在种植过程如果很严重啊，这个问题呢，可以使用肥皂水喷剂把蚜虫给喷走，或者用清水把它用力的喷洒走就好。同时也可以加上这个黄板啊，来把蓟马给吸引走。或许我们会遇到白粉病和灰霉病，那白粉病和灰霉病就是属于真菌感染的一个疾病了。通常呢是在比较阴凉的地方，种植过密的情况下会发生的。那第一，我们就要去建苗了，让它们种植间距拉长一点，彼此之间没那么容易感染这个病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可食用这个小苏打水的喷剂啊，来控制白粉病。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小 K 说不要把它种在阴凉处，比较会容易受到这种真菌的感染。关于真菌，小 K 家里种了3-4年的洋甘菊，从来都没有见过，所以呢，种洋甘菊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担心会感染真菌了。
如果第一年种过洋甘菊之后呢，你想采收种子，当它开花的时候不要去采摘，然后等它的花开败了之后呢，你就拿个塑料袋，直接把这个洋甘菊种子甩到那个塑料袋里面，风干保存就好。如果你像小 K 这样子不喜欢麻烦了，每一年我采收够我想要的洋甘菊之后呢，就让它开败，然后摇晃它的植株，让那个种子直接铺满在那个菜床当中。第二年春天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洋甘菊它萌芽生长了。通常呢，它会很茂密啊，因为很多种子嘛。那我就会拿它的幼苗移栽到其他我需要它的地方去，成为一个伴生作物，像陪伴在我的番茄啊、辣椒啊、花椰菜啊那些周边。它是小 K 最喜欢的伴生作物啊。如果你看完小 K 今天这个分享，你也很感兴趣你就赶紧去买一包洋甘菊回来，就把它洒落在菜地你想要看到它的地方。这样子在开春之后，夏天、秋天，它都能够在你的菜地里面成为一个帮助者，能够帮你减少病虫害，能够帮助你有一个美好的菜地的观景。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呢，拜拜。